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子，我是小红，感谢大家支持这一款 SBD， 世界上第一款专门为海绵球设计的夹器。那小红，你当初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款夹器呢？因为海绵球还真的没有一款像样的产品，它是一个不容易被夹到的东西，它是一个软软的东西，所以一般人都是用一些什么管子啊，什么自己土炮做个夹子啊，然后再很费劲的或口袋啊、皮带啊，把它很费劲的拿出来，我觉得实在太累了。我们这个魔术在进步，夹器也应该要进步，我们要让使用者能够更快速的投到海绵球，因为海绵球是一个很经典的魔术，不想让它浪费掉。那我觉得Black Hole Series 有个重点，就是每一个对应的物件都有个专属的 for 它的夹器。假设最早的大臂，再到现在这个海绵球，后面还有比如说20颗的，给球类的、牌类的等等的。就像刚刚小红讲的，海绵球当然已经有很多相关产品，也都是很好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对应的夹器。对，所以接下来要怎么使用它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How to use SBD？ 好，大家好。首先呢，这个 SBD 呢，我上面这边做了一个皮带扣，大家都知道，这个皮带扣就是扣在皮带上面的。然后它可以前后晃动，是因为我希望它整体可以服贴在我身上，可以服贴，自然的服贴，下垂。然后再来是左右旋转，因为有些人是用右手偷海绵球，有些人是用左手，所以我可以把它转到我要的位置，这样。然后接下来它其实很直觉，它这边就是一个大大的按钮，你压下去，海绵球弹出来。我里面做了2根很强烈的弹簧，所以我把扳机推下去，使劲的推下去，推到底的时候扳机会跳一下。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继续推，推到直到它听到这个清脆的响声，它就跳一下，然后你按一下它就会弹回来。再一次，这个可以用一只手，可以用2只手，就完全看你自己习惯。我自己是在身上，我就用1只手。但有个重点就是，另外一只手不要握着扳机，因为你这样压下去，你压再久它都不会勾回来的，它是要放开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塞海绵球了，这里面这个空间呢，足够你塞很多颗海绵球。实际上你能够塞多少颗海绵球，这不是固定的，因为海绵球呢有硬的、有软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密度高，有些密度低，每个国家产的都不一样。但是我这边有几款我自己常用的，像我这个是 Gushman 的 Super Soft 的2寸跟1寸半。那我自己使用的时候是用这个1寸半的这种，我是可以到4到8颗。那2寸的这种是大概5到6颗。当然还有1寸的它可以16到20颗。在塞海绵球的时候呢，我是一颗一颗塞的，像这样子，一颗把它放进去，再拿另外一颗塞进去，再拿另外一颗从边边塞进去。然后塞完之后呢，它全部的高度都会是一样的，然后会稍微有点露出来。一开始你可能会很不习惯，你会觉得说一颗露出来会不会被人家看到啊？会不会掉到地上啊？只要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它不要太松其实你一颗它都是不会掉出来的，你只塞一颗它是不会掉出来的。好，当然其他的尺寸也是一样，像比方说我这边有2颗4寸的海绵球，这个的密度呢比较高，这个的密度比较低你可以感觉它比较软。而且海绵球泡水之后密度都会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详细的是怎么样。好，但大海绵球是怎么设定呢？先把它对半折，把这个球对半折，然后再对半折，就变1/4个披萨，像这样，然后把圆心球心的地方塞进去，单手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球心的地方塞进去。像这种大颗的海绵球，里面的空间是不够的，但是不用担心，它其实露出来一些，你抓得更快，而且它不会掉绝对不会掉。然后呢，抓住它，压，它就会在你的手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拿出来之后，你从这个角度看到它是很快速就可以变成一颗球，这是1/4的做法。但我另外还试了一种也很有趣的，是把它搓汤圆，把它搓小，像这样子。这个胀起来就很慢很漂亮。然后搓完之后呢，你要稍微把它压一下之后把它塞进去。当然，这就不是每一种海绵球都能用哦。这个有一些比较硬的，你可能就出不来。但是，像这样，它就会。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慢慢变大的感觉，跟刚刚那个一下变大是不一样的。
好，这就是4寸海绵球的做法。还有更小颗的，这个1寸，刚刚是1寸半跟2寸的，像这种1寸的海绵球，我自己是这个是 Super Soft， 哦，可以16颗到20颗，我相信大家很关心这个数字，20颗一样。好，这是1寸的 Super Soft 海绵球，我自己测试是16到20颗。哦，详细我就不再测试了，你们回去用你的海绵球来测试看看。好，就这样。好 ，Basic Setting 哦，基本设定。首先呢，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呢跟各位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设定在哪个地方的？其实我预设是在这个位置，好，这2边。然后它这个背夹啊。它这个厚度是基本上皮带都可以用，但是有些人皮带比较薄，像我这个皮带它是比较薄的皮带，你放上去的时候呢，它会滑动，那我个人不喜欢滑动，所以我会直接连裤子连皮带一起夹，这样子它就不会滑动了，当然会比较不舒服一点啊，不过这为了表演嘛，没差。好，我不会把它放在最右边这边，因为最右边是毕竟腰这边最凸点最外面，所以外套就算下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凸，所以我会把它往后拉一点，大概的位置会是在右边屁股口袋的正中间，或者偏右一点点，像这样。那当然啦，如果你是用左手来偷，你是惯用右手，你就可以把它反过来夹在这边，然后就可以使用到它上面这个，把它转过来，记得把它转过来，因为你要用拇指去按。这边要讲个重点，你这个手啊，抓本体的时候啊，其实你不是4只手指头在下面，拇指按，不是，其实是3只手指头在下面，小指在尾巴，像这样子。好，然后我拇指压下去，东西弹到我手上，回来。好，因为如果你没有小指没有在最尾巴的话，你压其实是没有施力点，它会滑掉，它是会滑掉的。所以小指勾回来，小指勾回来，勾住压。OK。以上就是 SBD 基本设定。Hello， 大家好，我是简伟哲。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SBD 使用的心得。在我拿到 SBD 之前呢，其实我的海绵球都是塞口袋，因为我没有想到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我都会把这些海绵球要变出来的小颗的，我会把它塞我屁股口袋这边。但是塞口袋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依照不同的场合，我们会穿不同的衣服。那不同的衣服，它像裤子的材质，它就不太一样。像我这件裤子的材质就没有那么有弹性，所以我在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难偷，它就比较紧。所以我在偷的时候，有可能会这样一直捞，一直捞。好，就算捞到了之后，全部捞到之后，我手拿起来之后，我有可能会连带着把口袋一起掀出来，或者是因为海绵的关系，它会粘连着上面的一些线，拿出来给观众看到的时候就很害羞。那我拿到 SBD 之后呢，我就试了很多次，我就把它挂在我的腰间，像这个样子。它可以连皮带和裤子一起把它卡住，这样子，它就比较不容易去移动位置。那我习惯是在比较偏后面一点点，因为如果我太前面的话，它会挡到我的口袋，所以我还是希望我的这个口袋可以正常的去使用。那我就把它移到后面一点点。我的塞法是基本上变出小颗的都是10颗球。它的塞法很简单，它只要这样往下压一下，然后我会在左右各塞3颗球。好，左右各塞3颗小球。好，那中间的话我会塞4颗。建议大家还是要就是按照顺序，就是慢慢的把它塞进去，不要说一次一整坨这样塞进去，不然有时候它会有零星的1、2颗会掉出来。基本上外观其实也看不太出来，我这边有一个夹器在。我基本上我的程序上面呢，我的错引导会在是我的右边，所以当我的左手到我的右边的时候，我这边去引导观众的时候，我这边的衣服，右边的衣服，它会掀起来一点。当它掀起来一点之后，我就可以去偷它。我就可以偷到它直接是一把在我手上，像这个角度的话，我这边做错误引导，我这边就直接抓一把了，就是
可以直接投到。那这是小球的分享。那我们知道市面上海绵球商品其实很多种，那像这种是蛮常见的4寸大海绵球 ，OK， 那基本上它也可以塞到我们 SBD 里面。怎么做呢？我会先把它对折，然后再对折，然后它就会有点像就是一个1/4圆。那我会把这个尖角的地方，这个圆心的地方啊，把它这样塞进去。那基本上塞的时候，你只要觉得说有卡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全部把它塞进去，毕竟它有点大，海绵它会膨胀，所以它会支撑住它的那个 SBD 的内壁。那我要偷的时候一样，就是手过来偷一下，它就会在我的手上。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家最常见的大炮。那最一般的变法就是，我们这样看起来像4颗球嘛，然后再把它放在手上，然后弹一下变成大炮。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我们如果一般的塞把放在口袋的话，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去知道说它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今天如果用 SBD 的话，我们就把它像这样收好，然后把我手顺的地方。像我要拿出来的地方是这个里，我的虎口，我是虎口握住这4颗球，所以我会把这个4颗圆的地方朝前。当我要偷的时候呢，它下来，它就直接在我手上，所以这样看起来就会像4颗球，然后再把它拿起来握在手上，然后弹一下，变成了大炮。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魔术师，跟你们玩一个小游戏。那我们用2颗球来检查一下，捏捏看。OK， 软软的嘛，这是海绵做成球，海绵球。那这2颗球长得很像，但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帮它取个名字好了。这个叫 A， 这叫 B， 可以吗？来，你喜欢 A 还是喜欢 B？B 吗？我先把 A 球拿起来放在我左手这里，把 B 球拿起来，你的手借我一下。好，当我数到3之后，你帮我把 B 球握紧，可以吗？握紧它哦，准备好了吗？来喽，1、2、3，握紧。对，那个我的手指头要很火。好，大拇指借我一下。B 球在你手上，对不对？用感觉。对 ，OK， 还在手上。对。轻轻碰一下之后，你就觉得 B 球跑过来了。没有。我知道，再一次好，再一次。有了吧？有，对不对？我跟你讲 ，B 球真的跑过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所以我要表演一个更厉害的。我只要轻轻弹一下之后呢，我左手的 A 球也跑过去，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有没有两颗球交换的位置？有没有？呀，我知道你们不太相信。这样换你好了。好。你喜欢 A 还是喜欢 B？A 好了。A 吗？好，那你喜欢 A 嘛？对。那我换个方式，我把 B 球像这样拿起来，放我左手，把 A 球拿起来一样，帮我握紧它。好。大拇指一样借我一下，碰一下之后有没有觉得 A 球跑过来了？没有没有吗？那再一次，有了吧？好了，2颗球交换了位置。是。好了，没有开玩笑啦。今天不是要把 A 球喂过来，我们换个方式好了。我只要弹一下之后呢，我左手的 B 球会消失不见。你的手伸出来，然后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就跑过去了。我们换个方式啊，我把 A 放进来这里，再把 B 球放进来，你帮我把 A 跟 B 握紧。好，接下来放你的想象力。假如 A 跟 B 是对夫妻，他们结婚之后会怎么样？离婚。对，不是，我们要往幸福一点的方向去想。生小孩，你有觉得你没有生出小孩的感觉吗？这么快吗？在他手里吗？对，是 A、B 这样有点胀，不太确定。有点胀，有没有觉得变多？这是一个发挥想象力的魔术。好像有一点，几颗了？3颗吗？这么快？好了，这样子，我们手慢慢转过来。当我数到3之后，你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来喽，1、2、3。剩下这么多，你还没有感觉？你知道你是我看过剩下最多颗球的人吗？哇哦！好，那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海绵球程序的台词跟一些基本手法。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让大家知道说这是 A 跟 B， 我会先把1颗球放在我的左手，然后1颗球拿起来，请观众握住它。一开始我就会跟他说，当我数到3之后，你要像这个样子帮我把球握紧。大概会有90%的人他会把，就是你1、2、3的时候，他会握得很紧，连你的手指头一起握住它。这时候你就可以讲这个笑话，就是说，不是我叫你握球，那个手要还给我。
就是一个笑话，因为魔术对我来讲，它不只是魔术效果的呈现，它是一个表演，就是你要让大家是一个欢乐的状态。那第二个笑话的话呢，就是我先把 A 球放在我的左手这边，那 B 球跑过去嘛 ，B 球给它握着，这样碰一下之后 ，A 跟 B 2颗球交换的位置。这对我来讲有2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让别人觉得说，看到这个东西大家会心一笑，大家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很有趣。那第二个意义所在呢，就是因为等一下我要把我手上的球变过去，所以这时候观众的印象会一直想说，我是要把他的球从他手上变到我手上来，但结果没想到我是把我手上的球变过去，对他来讲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出现。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的手法的部分了。怎么样子把2颗球像这样，1颗球拿起来放我左手，1颗球拿起来，然后塞到观众手上变2颗呢？很简单，我基本的手法，我会用我的食指跟无名指这样夹住球，那中指就只是辅助而已，让它稍微 hold 着，这样子过来，然后碰到我的手的时候，用我的虎口这边把它夹走，这样把它夹走，慢动作，把它拿起来过来收走。但这个呢，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样放过来的时候，你的这只手，你的左手要真的去拉到这颗球，因为这时候它会有一个残影，所以你从前面看的话，它会好像真的有拿到球的感觉。那这时候呢，我基本上我不会，我这样的时候我不会再握起来了，我会直接这样拿着它，然后顺着去拿另外1颗球，然后交在观众手上。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样子，把1颗球拿起来放我左手，记得要捏它一下，会比较像。把它拿起来放我的左手，这时候我直接顺势去拿它，然后交在观众手上。所以当我弹一下之后，我左手的球会不见，然后呢，他手上的球打开来就是2颗。像我变这个海绵球的话，我会找3位观众，第1位观众他会在我的左手边，第2位会在我的右手边，第3位他要左右都可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1位观众就是我把我手上的球拿起来放我左手。然后另外1颗球给他，这时候交换位置，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魔术效果的，它只是纯粹好玩而已。第2个呢，就是我把1颗球拿起来放在我的左手，拿起来放我的左手，另外1颗放给他，然后我手上的球不见，会跑过去。为什么要找我右手边的？是因为我这时候过去，我的左手可以去做引导，它打开来的时候，这时候观众注意力都会在这边。我就可以顺势的去偷我这个，从我 SBD 这边偷出我要的海绵球，然后呢，把它放进我的手上。所以这时候全部的海绵球都在我手上了，所以我这时候我要交给我左手右手边的人都可以。那为什么要分3个观众呢？因为海绵球你握1颗跟握2颗跟握10几颗，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它的触感是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交给同一个人的话，你可能这边你给他1颗，然后又再给他2颗，他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手上拿的不只是1颗。所以我会分3个观众，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接下来呢，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偷的时机点。前面我就不讲了，我先把1颗球拿起来放到我左手，另外1颗球给另外1位观众。这时候给他的时候，他会握紧它，然后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会一样会跟他玩说，你有没有觉得跑过来了？他会说没有啊，还在我手上啊。他这时候又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又在骗他了？这时候他就会有点贬低你的感觉。其实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让大家有一点瞧不起你，然后可是等一下你会蹦出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会装傻，你真的没有觉得他跑过来吗？那你有觉得他2颗球又交换了吗？他说没有啊，没有啊，还在我手上，确确实实在他手上。我说那我知道，我今天不是要把你的球变过来，我只要弹一下之后，我手上的球会消失不见。这时候呢，观众的注意会在你的手上，因为你手上的球不见了，你就说球没有不见。其实我今天要变的是，我把我的球跑过去了，我数到3打开来看，然后请他这时候呢打开来看的时候，观众所有的目光都在他手上。打开来看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去偷我的球。OK， 打开的同时去偷，然后过来之后直接塞进来，第1颗放进来，然后第2颗放进来，然后请观众的手伸出来放在他手上。这时候他打开来看的时候，刚才前面有说过，就是我会让他慢慢的去感受一下，
让它感觉有没有变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发挥想象力的魔术。有没有觉得它越来越胀，越来越多？他说，有。这时候观众在讲有的时候，旁边的其他观众会去想说，因为他们没有拿到球，他们不知道，他们会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大家会很期待的去让他把手上的球打开来看。这时候其实就是吊观众的一个胃口。让他打开来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堆，那观众就会就直接吓歪掉。那基本上这就是我的海绵球程序的分享，谢谢。教学又到了尾声，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支持，由我们共同推出的 SBD SpongeBob Dropper 次世代海绵球夹器。那如果你对这个商品有任何问题，或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话，有2个管道，一个你可以找到 Hanson Chen Production， 可以搜寻在 Facebook Fan Page、我们的官网上 email 或是 Instagram 都可以找到我们，以及Ochu Studio 我们的官网，好，你也可以在那边问问题，或者有任何的什么想要沟通啊、交流的啊，都可以来问我们。那 Ochu 网站上还有很多不同夹器的资讯 ，Holder Master 就是它，千万要去看一下。最后，我是简子，我想，我们下次见，拜拜。